相当于是生物科技行业的托福跟雅思。一部分就是预防性的维护，另外一部分就是损坏了之后的维护。现在药企不是也在转型吗？他们会想往自动化实验室方向发展。你们的趋势是不是往自动化仪器方向去建设你们的团队？根据公司的情况来因地制宜吧，我觉得没有办法一概而论。现在有很多自动化的仪器自己有自己的生态系统，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去让他们更加协调的相互工作呢？最大的问题了，硬软件的交互，他们的交互有些时候非常尬。像秦始皇干的一个统一度量衡的一件事儿。据我所知的话，目前我认识的只有秦始皇了。往往你能看到的就是一种固步自封，有一些传承跟文化可能会冲突。药不能停，大家平时吃药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想过手里这颗小药丸有什么故事？它是怎么从无到有一路过关斩将跑到我们手里的？大家好，我是小黑，我是灰原，我们是 Vita1001大药厂。我们致力于打造一款前所未有的逆转时间的药丸，实现全人类永生的同时，会以这款虚构的药丸为脉络，帮大家揭开药物从无到有，从一个想法到生产，从研发到临床研究，再到普通人手中的这段神秘过程的层层面纱。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特别的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他在药物研发领域的小故事，和我们一起期待吧。欢迎大家来到 Vita1001股东大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自动化仪器领域的大佬小熊，他将和我们分享他从机械工程转向生物医药行业的经历，在我们理解在药企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 metrology， 让我们看到在药企背后如何通过仪器与剂量保障研发和生产的可靠性，以及他是怎么一步步从 IC 转型到管理岗位的。首先让小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小熊，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小熊参加我们节目。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你本科的时候读的是什么专业？我本科的时候是读的生物科学，当时是在国内。本科的话会比较杂，动植物、微生物，反正你能想到的跟生物相关的课程我们都有学过，类似于一个比较泛的生物科学。但是本科的话，主要是总体的一个概览，之后你可能把每一个门类都学完之后，你会想要说你之后去学哪一个方面。然后你之后又选择了哪个方向去继续深入研究呢？当时是这样。其实我之前最早的时候就是想说，可能是继续做跟我的专业相关的。当时有很多选项，但是我就看到了生物医药工程这一块儿，它会跟机械设计还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有一个结合，也算是弥补了我本科的一个缺憾。本身来讲的话，我就比较喜欢什么摩托啊、汽车啊、跑车啊，类似于这些东西。但其实我们本身上课的时候没有涉及。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项目就是有研究到生物机械啊什么，比如说像外置骨骼穿戴装甲，不是放到指甲上那个穿戴甲，就是给一些残疾人呀，能够就是作为机械的一个延伸，能够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项目。我觉得这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之前你学机械工程会上的一些课是什么？对，当时有上生物机械，还有3D 建模，还有一个 DIY 的一个机械车间。这些课程主要就是讲我们在做一些设计的时候，有跟生物本身相关或者人体力学相关的一些设计、一些机械结构，以及你想设计的一些产品，怎么把这些结构融入到其中。然后当时我们课程里边也学过，比如说 SolidWorks。主要是用来做3D 建模是其一，其二还能给 CNC 机床里边写代码。尽管不如 Mastercam，但是对于学生来说是够用了。然后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机床，能够让我们加工一些小的零件自己玩之类的。包括当时我们还能有幸于用到3D 打印机。当时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是给一个是手术做那种类似怎么讲的 cutting guides，应该讲切割指南吗？
比如说有一些病人需要做换膝手术，然后他之前的那个骨头需要经过切割之后，然后再把可替换的膝盖装到上面。我们就是一个是设计那种膝盖，然后做3D 打印，当然不会真的直接用，那个只是作为一个原型，然后还就是做那个切割指导类模块吧，就是我们当时有做这样一个项目，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关于刚刚你提到的膝盖那个问题，是研究过做一个电动的膝盖外骨骼，还是说要植入到膝盖里面？是这样的，有一些人，就比如说职业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滑雪，像这种极限运动的运动员，他们用膝盖会比较频繁嘛，时间一长以后，你正常的半月板以及膝盖磨损是远超常人的。它是时间一长以后，就真的有一块骨头就磨完了，磨完以后就会对病人本身在你正常的运动过程中，你会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做的人工植入的可替换膝盖，就是说它有一块骨头被磨没了，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再放入一块功能类似的物体。第一份工作跟穿戴甲有什么关系吗？说实话，第一份工作关系几乎是没有。当时找工作的话，我是有一些，就比如说3D 建模设计、受力分析的这一些技能。然后找工作的时候就找到了一家就是纯做机械制造的一个公司。当时产品的话主要做电滑环，但之前我想找跟我专业特别对口，比如说刚刚我说的像穿戴甲之类的相关项目的公司，确实不是很多。但是毕业以后嘛，就是想说先做一份工作，起码能获得一些相关的行业的工作经验。其次是还可以就把我这些技能用一用嘛，就是你学到了是什么，你有些啥知识，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嘛，然后就拿出来溜溜，就在我的第一家公司开始工作了。那我们现在聊一下第一份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设计零件呢，还是专注于把某一个产品给推进它的商业化？其实两者都有吧。就我刚开始接触这个设备，对于这个设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元老级工程师吧，他就是刚开始会做一个 concept design，就是说这个电滑环我们大概是怎么设计，里面有哪一些元件，之后我们会根据每一个元件具体的数据、材料啊什么，我们会把每一个零件。就是把设备拆解成零件，然后每一个零件我们会做一个具体的设计。设计完之后，我们会把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设计以数控机机床的方式把它给做出来之后，我们会组装，组装完以后，我们会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做测试，看是否能够达到我们客户的需求。如果确实能达到了，然后客户验收完成，我们会根据需求再把它进行商用量产。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的，比如说有一个客户需求可能有8通道、16通道这样。可能会高压高腐蚀的情况，比如说这就是在深海之中这样，在符合它的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做一批，做完以后，包括里边的设计跟图纸都不会再卖给第二家公司。因为你现在也有 metrology 的背景，如果说叠上你现在 metrologist 的 buff，以一个工程师的视角在设计零件或者原型的时候，你会考虑哪些因素可以让这些产品以后更好的进行 PM，或者是更好的使用它们，不会经常要维护它？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刚开始就是从机械工程师转到计量工程师的一点是我当时的设计很多都是非常偏理想化，就是说我设计出来的东西，包括元件，你在软件里边你可以保证你的这些零件完全没有公差，就是你上面写的数值是多少，你就能做出数值是多少。但实际情况下，你在生产的过程之中，其实你的材料会因为就是升温，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形变之后，会有一定的公差，这些是不可避免的。但你在一组装起来，有些时候效果就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所以我如果是从 metrology 的角度来做设计的话，我会想说，第一是尽可能的简单，就比如说，你如果一个零件能够完成的机械功能，就没必要把它拆解成2个零件。以及刚开始就是做设计的时候，尽可能的把公差
在合理的范围之下，可接受的范围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就是做大一点，比如说可能5毫米到10毫米，这尽量做大一点，而就是有些时候就那种太极端、太小的公差，你可以做到，但确实没必要。像在这些方面，我会想说，能够稍微的做一些提升，而就是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完全对于计量这一块没有涉及的时候，这些东西我都是完全不考虑的，我都是完全纯按理想型的，说这个东西我设计就设计了，OK，起码在我的软件里边它是完美的。然后你在车间里制作的时候不完美的话，那可能就跟我的关系不是很大。但其实我更多的是需要把我设计的那种理想模型能在现实中尽可能的实现，而不是给车间的就比如说制造工程师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有些时候你的公差，你可能你多一点1厘米、2厘米都是可以，但你说一定要到几十微米这样，完全没必要。这种就是对设备啊、人力的一种浪费。因为我们今天主题主要是围绕计量学，首先就是帮大家理解一下什么是 metrology，以及metrology 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PM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就是说你是如何定义计量学以及计量学里面的 PM。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计量学 metrology 就是从大类的来讲的话，我觉得说如何能够准确以及可重复的量化某一项行为或者是某一个过程的学科吧。我觉得可能它不仅仅是只是做测量、做 inspection。inspection 的话，你在美国这边你可能就是 inspector，就是你只是检查一下，很多东西你没有可重复性。比如说，你说你是做房子的那种 inspector，你每一个房子都不一样，但是你检查的东西可能一样，但你的标准会不一样。就是这种只能说是 inspection。但我就觉得 metrology 的话，你不光是有测量本身，你还得考虑更多，比如说误差分析啊，或者说你有一些校准的标准呀，或者说你的数据是否可靠呀。你其实是得有一个大数据的，针对某一类仪器、某一类设备。而你就是谈到说预防性维护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公司吧，把这一块的重要性没有放得很大，而更多的关注于我这东西我坏了我再去修。但我往往觉得，就是对于比如说是大通量生产的过程中，往往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现在要做蛋糕，然后我一次性的准备了很多面啊，然后准备了鸡蛋啊，准备啊糖啊，我这些东西都准备了，而且是有时效性。我打算要做100个蛋糕，但是我这个做蛋糕的机器在做到第10个、第11个的时候就坏了，坏了以后我就得去修，要找人来修，我要等。但是我买的这些物料已经放在这里了，而且很多东西是有时效性的。你在等待的这段时间，你的这些材料不能等待吗？你可能你过个4、5天以后，你鸡蛋也不新鲜了。这放到就是大规模的生产的时候，你很多的物料就等于是浪费了。但是你如果是做预防性维护，比如说你知道你的这个蛋糕机在做到第10个、第11个的时候，可能会你比如说喷奶油的喷嘴你堵了，但是我可以在做第8到第9个更安全一点的时候，我会做清理，或者说把里边的滤芯换一下，然后能够让它再做10个、30个。这两者的区别是啥呢？你前者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问题，而且这你在我维修的过程中，你浪费的时间也是未知的。但第二种就是你做了预防性维护，你已经已知你在做到第7个、第8个的时候，你要做这种维护，之后做完以后，你可以再做10个。也就是说，你刚开始在订购物料的时候，你只订10个，然后你在10个用完以后，全新鲜的蛋糕出炉之后，你预计了你要做这个维护，然后这个维护做好了，然后你之后你再做蛋糕，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计划之中的，没有任何的惊喜。而没有惊喜这一块，就是对于大通量生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预防性的维护往往比实时性的维修要来的更重要一点。不管是生物科技还是制造业，往往你停工，你一条产线停下来以后，你几个小时损失的可能就是几万，甚至于几十万。最重要的是时间跟物料。像我们第一次接触到 metrology，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两方面，一个是预防性维护，我们实验室里所用的仪器啊，大概是每半个月或者每一个月都会进行一次维护，把它们的精度啊什么的这些，他们会重新去做一个 calibration。然后第二个就是
出什么问题了，然后我们去找metrology 部门去帮我们去做这个维修。所以总体来说，metrology 主要工作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预防性的维护，另外一部分就是损坏了之对后的维护。对，就是损坏后的维护，以及就是是 service request 是吗？对你就是接工单嘛，就是有一个人说，嘿，我这个东西坏了，你来给我修一下喽。然后这个东西是非常紧急的喽，你这个东西要是不修好的话，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哦。然后我们会根据影响性的大小来安排，要么是我手下的工程师去做，要么是我去做，取决于这个设备的损坏情况以及问题吧。提到 PM，你平时做 PM 的时候，是会故意设计一些比较长的实验或者更加难度高的实验，去相当于是测这个仪器的 limit，想看它会不会坏，是吗？这倒不是了，一般来说是这样，就是做 PM 的过程之中的时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HPLC，一般情况下它是有一个软件，安杰伦是有一个软件，刚开始会跑一些分析，就比如说压力啊、流速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它已经既定好的程序，然后来判断这一台机器运转的怎么样。会有自己的一些方法，专门就是来测定，比如说它的 gradient 纯度啊、流速啊，跑完之后，只要它是在我们就比如说公司里边，它有一个标准，以及这个安杰伦出厂的仪器自己本身的一个标准，只要都符合，就说明这一台仪器是好的。相当于还是按照日常的使用的强度去测量它。对对，是的，而且就是每个公司的话，可能它其实方法呀什么会不同，会根据他们实际的使用情况有微调。就是在这一块儿的话，都是定制化的，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除了公司的一些 SOP，有什么行业上的统一的标准需要遵守吗？生物医药我知道是有 ISO，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中文叫做国际标准化组织。然后制造业的话是有个 ASME，也有 ISO，然后可能就比如说 GMP、GLP 这样的一些规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生物医药的话，最常见的 ISO 是9001嘛，就是说你是有一个最基础的质量标准，比如说你生产的蛋白呀，然后你做的基因呀，就是很多东西的时候，你是会有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当时我们公司是按 non-GMP 算的。就是 ISO 9001是足够的，之后在 GMP 之上9001是不能够满足的，就会对于你很多的操作有更多的一个限制。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出实验报告什么的，如果要是 GMP 的话，在纸质的报告上面的任何一个操作，包括你写错了呀，或者是什么，你不可能说你这个东西我直接一揉扔掉，重新写一个，你需要在上面写自己 initial，然后意义，然后写原因，写日期，就是任何的改动都得归档在案，而且要符合规定才可以。包括你做实验，包括你的方法，包括怎么出错什么的，之后是会有内审跟外审嘛。不光是内部要审，之后客户也要审，然后你知道 FDA 也会审查嘛，需要能够看到所有数据，而不是说这个数据我没有，那个数据我没有，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违规了。你这个说的我们也很有感受，我们做的也是 GMP，但是你说的 ISO 9001我们是比较陌生。我比较好奇，它是需要一个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外部审核，然后给是你颁发证书是，吗？感觉有一点像背书吧。你说你有能力，你做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客户有些时候不相信，你怎么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呢？然后你就要有 ISO 这么一个组织，相当于外审，然后看了一下，说你这方面各方面能力还有设备什么你都合规，然后就给你颁一个证书，而且这个证书是每年都要更新一次，也就是说审查每年都会有，而且你还是得掏钱的。来请他们做这个认证，然后你有这个证书，你才能跟有一些特定的客户来合作，就相当于是生物科技行业的托福跟雅思。这个比喻很准确，我感觉。那必须的。就因为 metrology 它属于是各个行业都会有的一个部门，你当时是怎么决定进入生物医药领域的呢？而且你第一份工作更加偏向于是设计岗位，当时是怎么想要从设计岗位转到 metrology 的呢？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悟吧。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对于自己本身的经验啊什么，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准。而且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单纯，我觉得我一个东西，我只要能在软件里边我设计出来，我现实中一定能做出来。但最终发现，因为有公差之类的，包括材料的一些象性相关的一些问题，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设计跟制造完全划等号的。但当时我这一块的经验就非常缺乏，而且当时的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多。我们当时有 inspector，但是没有严格意义的 metrology 的部门，就没有办法给我很细致的说，我们这每一个零件、每一个环节如何能够做到测量、检测，然后以及精度验证、质量控制，就这方方面面能做到是无法的。所以我当时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然后就找到了我下一份工作。刚好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 metrology 这一块对我之后做设计是百利而无一害。在有这些经验之后，我再返回去，不管是做设计也好，还是做制造也好，我在很多方面我就能前瞻性的预见说有一些问题我就可以避免，而不是就是相当于是每一次要做 reverse，就是说我已经设计出来了，这个东西都出来，最后一说哦，这个可能我当时我没有考虑到，你重新再做，但是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我觉得我 metrology 的经验更多之后，我之后我不管是继续做 metrology 也好，还是做设计也好，都对我之后的职业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听起来你之前的工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后面转到 metrology 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跨度。但是我觉得不想做 engineer 的 metrologist 不是好的 metrologist，不会做 PM 的 engineer 也不是好 engineer。我觉得是的，是这么个理儿。而且有些时候，我感觉就是你专业一旦就是很精很尖在一块之后，往往有些时候你可能全局的那种视野，往往就也会变窄。尽管你在这一块你可以做得很尖，但有些时候你是要很多方面做协调嘛。就包括我现在，尽管我只是做设备，但我跟采购、跟财务、跟生产，就是跟科学家也好，就是他们肯定也会有很多问题。然后我也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在做有一些项目的时候，其实是要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然后来把这个事情完成。等你到后面的时候，尤其是做到管理之后，可能你考虑问题就不仅仅局限于你们部门了，就其他部门他们自己也有指标嘛，他们也有难处，然后他们也有需求，以及就是在解释有些东西的时候，你需要把一个很复杂的造原子弹的问题，能解释成猴子掰玉米那种言简意赅的小故事一样。那我就觉得可能是最终极的一个状态吧，就是你能看得更远，然后你能解释得更清晰，然后能让各个部门的协作都比较的丝滑。我感觉 metrologist 其实也像是一个机器的润滑油的一个角色，你会接触到很多人，有用这仪器的人，还有负责整个生产线的 manager，就要跟不同的角色去沟通。涉及到每一天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去负责哪些设备或者是技术的维护？在我现在的这个公司，我主要负责的一个是一页工作站，然后另外一个是离心机，还会有一些摇床呀相关的一些设备，我会有负责。除过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可能会需要原厂的工程师来做维修或者是维护之外，其他的一些像可能小的问题，我就可以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包括做 PM 跟 CM，就是那种现场维修都是。除过负责仪器之外，我更多的还需要跟其他部门对接，他们有一些其他需求，比如说购买新的设备，然后之后我会针对于这个用户的一个需求，我说这个需求要满足，可能会需要什么厂家的仪器，然后以及这个仪器来了以后可能会需要放到哪个实验室里，然后可能你需要的电压、电流，然后你需要的空间，你需要一个怎样的环境，这些东西也会需要考虑。之后跟采购方面沟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合同我们需要签几年，比如说有一台仪器灭菌锅 autoclave 这个东西很大，然后只有一台，然后我们需求量也很大，尽可能的希望它是24-7的一个运转。那么我们在购买合同方面，我们会想要把它买到最高级的合同，就是能保证在12小时之内有回复，24小时就有人来上门维修，能保证我们的不断生产。
就相当于你除了做 metrologist 的工作，日常维护和保养一些设备、流水线，你还要去跟采购一起你采购新仪器的合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就是除过这方面的工作之外，我还需要培养自己的团队，相当于是做 supervisor。有任何的问题，技术上的、专业方面的、管理方面的、个人发展方面的，我也需要提供自己的一些支持，以及设备维修维保的年度计划，包括像每一台仪器，我们会根据它的等级的不同，以及使用的频率的不同，制定维修维护计划。比如说有一些冰箱呀、什么离心机彻底坏了之后，它还有一个售出策略。比如说这些仪器我们已经完全不能用了，然后那我们之后是要买新的去替代呢，还是说修一修？如果修的价值超过我们实际可能再买，我们可能会想要就是直接把它卖出。但具体是把它们按零件卖出呢，还是按整体按大件垃圾卖出呢？还是要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就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会跟采购还有财务会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合作，来决定到底每一台仪器应该怎么处理。大概的话，工作就是这样。就是你们在购买新仪器过来安装的时候，它的 IQ、OQ、PQ 是谁来做呢？IQ 跟 OQ 一般是我们来做，PQ 的话，要么是厂家做，要么是我们科学家是做。他会就是说 run 一些自己的方法，然后来证明 O 不 OK。就其实厂家的那个 PQ 对于他们来说就可能意义不是很大，但如果他们还没想好这个仪器里边 run 什么方法，在测试阶段的话，我们会让厂家来做 PQ。IQ 是 installation qualification，OQ 是 Operational qualification，然后 PQ 是 performance qualification。具体 IQ、OQ 你们要怎么做呢？具体的话是这样，IQ 的话，其实根据仪器来，有一些比较简单，我一般会把它分为电饭煲设备跟非电饭煲设备。电饭煲设备就是那种跟电饭煲一样，你夸一拆开以后，往墙上一插，这东西就能用了。但是如果是非电饭煲设备，比如说有些东西很大，来了以后可能要组装，或者是要怎么样的，我们都是在组装完之后，以及确认现场是否能够满足设备的需求，空间、电压、环境。然后是不是对气压有要求，是不是需要那种 clean room，类似于这样，这些确认完之后，安装完之后，OK，这个就算是 IQ 完了。IQ 完了之后，我们会看仪器运行的状态，比如说 Beckman 的 Liha 有一款叫做 Echo 525，看它这些运转的情况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杂音，然后其他地方有没有堵塞、出水的情况。然后你像做 PQ 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放几个板进去打一下，他们一般用的原厂的板。如果这些测试都完成了的话，我们这边的科学家会有一个他们做的 validation report。原厂的他们会做一些测试，他们有他们的一个 certificate report，是专业的厂家做的一个东西。至此以后，IQ、OQ、PQ 才会结束。但是具体的话，会根据每一台设备的复杂程度跟需求程度的不同，然后有一些流程可能会简化，有一些流程可能会2合1或者是3合1，这完全是看设备的。那比如说新买一个仪器，之前公司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你们会新写一个 SOP 来去做 IQ、OQ、PQ 吗？会，就每次如果来新仪器的话，包括使用、维护、PM 这些东西，我们全都会去写一个专门的 SOP，而且这个 SOP 是取决于对象，比如说可能 PM 还有 CM，这维护这一块是针对于我们的使用方面 application 是给用户端的，像 IQ、OQ、PQ 的验证是属于我们跟用户端的。这些 SOP 是大家一起写，然后有一个 QC 或者 QA review 吗？像这一类的设备方面的 SOP，一般都是由我来写，我会先草拟一个 draft，然后我们设备部门会做一个 review，看看我们这个东西写的合不合理，有没有问题。其次的话是会给用户端看一看，比如说预防性维护的这些项目是不是包含了他们所需求的所有项目，这些他们都看完说 OK，我们会给 QA，QA 审核过了以后，这个东西就算过了。那在前期采购新仪器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对比市场上的一些，比如说你要去买 automation 的厉害，市面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型号，你会怎么去根据公司的产品线去选择买什么仪器呢？
一般情况下的话，首先是以稳健的本土大品牌为主，这个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口碑，包括我们当时去展览呀什么去，就是跟不同厂家的 sales 聊呀，以及跟他们那边的销售经理聊，就是主要了解他们的仪器的功能的区别。然后再其次的话，主要是跟 end user，就我的话只是提出建议，最后你要来决定说买哪个品牌的，还是以用户为主。就比如说我们公司里边用的最多的一页工作站还是 Tcan，尽管 Tcan 的售后可能各方面做的很一般，但就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780、150，然后200，像这些型号的话，Tcan 的稳定性一向是最高的，而且就本身机器来讲的话很皮实，哪怕第一年我们没有做一个 PM，其实第二年的时候它运转各方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我在做检查的时候，做 PM 检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整个零件呀各方面真的是做的非常到位。就 Tcan 的话，我可以说是一页工作站里边比较好的。另外的像比如说汉密尔顿，然后还有一个 Parkins Armor，真的是哇，问题太多了，又贵问题又多。当时哈密尔顿真的老贵了，就是我们有些时候都不敢乱摸啊，那个东西一坏以后一来修可能要2到3万，都未必能修得好。而且它里边的很多零件很金贵，就是包括我们的自动化工程师在编程的过程中，就是这一块会额外的考虑进去，就不像 Tcan 真的是老皮实了。你们会去考虑采购国内的自动化的厉害仪器吗？会，就是国内的仪器我们是会想买的，但是主要问题就是一个电压的转换问题。我们当时遇到最头疼的就是说，国内电压会高一点，这边都是120伏的电器，所以就是你在美国本土的电器，它就不会考虑一个变压的问题。从国内买过来的，你首先你得有变压。我们当时就是有过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订了国内的摇床，然后等这个摇床来了以后，我们装上变压器以后，它的摇速很不稳定。即便我们的变压器已经买到很好了，但是它的摇速还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我们买的就是美国本土的摇床，从头到尾就没有遇见过有摇速不稳的情况。后来就是发现国内这一批摇床里边有一个模块，都是有问题的。把模块换了之后，又换了一款变压器，然后让它在一个更稳定的环境之中，摇速就才能保证到均衡的程度。但你就想，你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就是要设计变压器，要设计里边的元件更换，倒不如你说你直接就买美国本土的品牌。它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warranty， 还有就是它里边的电路元件完全是按美国这边的电路标准设计的，国内它就是按国内的设计的。但我看国内这2年 automation 的厉害发展的很快，他们有很多现在的 Tcam Hamilton 都没有的技术。我上次看到了一个有磁吸的，把 pipette tips 转到它的机械臂上的那个技术。对，它技术很先进，但是你这个技术稳不稳定，会不会容易坏，这个东西另说。磁吸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如果失效，那个东西那就像一个铁块一样，怎么都吸不上去。只要它生效的时候，它非常好用，但是它只要不生效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温度高一点或者怎么样，它会完全失效的，就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永远想的是，就是你如果有全新的技术，而且就是你在实验、使用、生产过程中，你如果是能一直保持一个很稳定的状态的话，我当然是会优先去选择国内的机器的。但是尤其是你像涉及到生产这一块，比如说你一台机器你宕机了，你真的会损失掉好多钱的。是站在公司的角度的话，会不太愿意想要去冒这个险。你没有想到用你的这么多年的就是学到的一些经验和技术，还有你这么独特的视角，去加速一下国内的一些仪器生产制造设计。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吧？对，我确实也有想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呀。现在药企不是也在转型嘛？他们会想往自动化实验室方向发展。那其实对于人员的需求可能会减少。那作为自动化仪器管理经理，你会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呢？我觉得倒也是没错的，但其实自动化目前来讲，这个产线也不是特别的成熟，起码我目前我见到的不是很成熟。哪怕它是能24/7的运营，你还是需要旁边有人要看着上料、维护、监测各方面，你都得盯着，你还是需要很专业的人去做。只不过就是有一些环节
你可以把人工能省下来，用机械来代替。但是就是很多东西，机械未必能代替，而且就是你让机械去做，未必能做得很好。就比如说，我当时那阵有看到有几架780就在那闲着，然后旁边有几个科学家就在那手动它多通道的排气，哗哗哗在那整。我说用 TCAN 不是挺好的吗？他说不，你等一个 TCAN，你程序你写好了，然后你夸什么东西你调试好了，然后你再去整。我已经手动已经弄完了，就有些时候你可能 set up 需要的时间就很久，也就是说真的。就是那种高通量的什么，你可能会需要把它转换为自动化，但就是有一些，就你转换成自动化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耗费的人力会更多，就有些时候可能会没什么必要。很多方面你是要选择自动化还是人力的话，完全是看当时的一个需求。就之前你有提到团队建设嘛，你们的趋势是不是说还是往自动化仪器方向去建设你们的团队？我觉得我超了这真的是无法自动化，里边设计的所有东西全都是要靠人的，就是一点自动化的设计都没有。现在我唯一我觉得能做自动化的，主要就是在生产这一块。我们现在目前一个是基因合成，再一个是做蛋白。从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会做一个比较，组建一个就是专门做蛋白的团队，以及我正儿八经建一条产线，全自动化产线，包括维护。自动化工程师，然后就这些整个配比，从产量、配比、人效各方面进行一个总结跟一个比对以后，觉得如果它的效果是要比招人的效果要是好的话，组建团队好的话，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最后比较下来，可能各方面其实差的或者不多的话，我会觉得是因地制宜，主要就是几方面嘛。现在的话，你确实如果要招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你肯定你在待遇、薪资方面是得考虑清楚。但你如果没有这个预算，你招不来这样的人。但你如果要去培养一个人的话，大概要培养多久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你这个效果，就这个3年工作经验的效果，是不是你立刻就会需要的？还是说，就是你在这个产线上，你只要有一个这种经验的人，还是说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有这么一个团队，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就是相当于边工作边学习的这一种结果得出来的产量，也是能接受的。就是完全就是这种组合下来，哪一种效果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是公司的高层应该去考虑的。其实你如果说自动化还是纯人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根据公司的规模需求。以及你之后未来的发展到底想不想要就是只做这一条线，还是同时做很多线？自动化我觉得是一个趋势，但是这个趋势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是根据公司的情况来因地制宜吧。我觉得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小公司的话没有这个能力去补给一条生产线的话，我觉得可能招一个团队，然后做一做，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吧，更加可控，以及就是对于自动化的技术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最开始安装一个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你们需要调试什么呢？调试的东西老多了。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整个的一条自动化产线是有图纸的，然后我们当时定仪器的时候，就包括连桌子线，然后布置全都是有考虑的。安装的时候也是要分先后的，有些仪器得先装，有些仪器得后装。装完以后，中间是有2个机械臂来传递我们要做一页的板子。然后就是这些东西整个装好以后，每个仪器会做单独测试，之后就会有联动的有一个程序，就是从一个的转到另一个这种测试，他们要整个做一遍测试，能保证最后他们要的这个效果就是他们需要的，之后才可以进行生产。对，你会考虑很多东西，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连桌子的尺寸，然后仪器的尺寸这些东西，你全部都要考虑进去。现在有很多自动化的仪器的生产制造商，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生态系统。比如说你要弄这个模块和另外一个模块，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去让它们之间的软件更加协调的相互工作呢？这个问题问得太到位了，这就是目前，如果你提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目前自动化仪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啥？那就是硬软件的交互，同一个公司的不同产品的一个硬软件的交互，这个是最简单的。还有一个就是不同公司的同一种产品的硬软件交互，这已经有一点难度了。还有一个就是
不同公司的不同仪器的硬软件的交互，哇，这个真的是难上加难，这就是目前自动化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了。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会让这整个生产线进行不下去，而且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出现。我们现在这一条生产线上面已经有好多仪器了，但是就是光一个自动移液工作站，我们用的里面有离心机这些东西，我们是用的，然后就很神奇。我们当时买的这一套的时候是卖给我们的，就是包括离心机卖给我们的。当时我还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整一些离心机装上呢？”他当时说：“离心机交互更好。”我当时我心里想：“你可别忽悠我了，应该是的离心机效果没有的好。”但是问题也很明显，他们的交互有些时候非常尬，尬到啥程度？你上一步好了，下一步你怎么都传不下去。然后就是软件方面，就是怎么都过不去。然后软件工程师来了以后说我的软件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用了最原始、最好使的方式重启试试。有些时候或者是初始化一下仪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只能这样吗？对，这就是我们目前就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但我们目前生产线上暂时没有。尽管已经是设计了很多厂家了，Beckman、赛默菲，然后 Tiken、安捷伦也有，但是就目前生产线上面还没有遇到有硬软件交互的问题。但我们的一个全自动一页工作站，真的跟的硬软件交互问题真太多了，而且就是很有意思。硬件工程师来了，说我硬件没问题；软件工程师来了，说我软件也没问题。然后我说那到底是谁的问题？我这个机器为什么 run 不起来？他说那我们来初始化一下吧，初始化一下就好了。哪怕是你软件更新，然后还有各方面的有一些的东西的尝试，都不是最理想的状态。而且有些时候很神奇，比如说的软件更新到最新版了，但是它的最新版是跟的就是前5个版本还是前6个版本的兼容性是最好的。然后你更新到最新版以后，你发现跟的结合跟运营的效果差老多了。你这有些时候你就会怀疑人生，你说这更新了个什么呀？但是它那个更新其实是针对你单拎出来的离心机的话，那是非常好用的。但你组合起来，人家说那我没有考虑到这么远哦。这两家软件工程师在更新的时候没有交流过，各更新各的。就我那阵听他们线下工程师的角度来讲，互相都看不上眼。然后那阵就主要当时还给我们留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说你这个仪器你的问题你要找，然后的问题你可以找我。但是我说你这样是不合理的，你这一次性都是你卖给我的，你得全管。最后 OK，然后他们就去跟的硬软件工程师有沟通，反正沟通下来的结果就是初始化一下重启试试，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们自己本身从代码层面，然后从前端后端的层面给予不了任何的解决方法。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有，但是他们觉得太麻烦了，毕竟我们还在 warranty 里边没提成，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做来没有意思。我说那 OK，反正你问题解决了，那就解决。然后代价就是我们这个仪器是24-7的，就这个机器不管运没运转一直开着，你只要一关，然后你再一开的时候就有一定几率，目前我们测出来的是15%到20%的几率，有可能又会有这兼容性的问题。所以我就给他们的建议，你们下回就不要关了，就开着吧，公司不差你这一点电。对啊，我就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嘛，到2025年了，现在有些仪器它们两个之间的交互就跟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一样，语言是啊，不通。是啊，因为他们刚开始设计的完全就是为了这一台仪器单拎出来用的，能把它的表现能做到最好。就比如说你法拉利的发动机放到大牛上面，可能有些时候不一定好用，兼容性各方面问题。但是你不能说马的发动机不好，所以有些时候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再加上他们公司一般不是都有那种技术壁垒，有些时候他们那些数据很多东西都不共通，很多都对，是线下整一个很粗糙的方法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从来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一个人他在推动模块化的生产这些组件，让大家都通用，就是像秦始皇干的一个统一度量衡的一件事儿？据我所知的话，目前我认识的只有秦始皇了。这个蛋糕这么大，为什么不能大家一起把它做更大？为什么要嗯，各自的把自己的技术给造一堵墙，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共用？
我跟 marketing 的人聊天的时候，他那阵就讲 branding 这个东西。老马在刚开始做特斯拉的时候，其实在底特律那边找过很多车厂 ，BBA 也找过，一些日系的车厂找过，说我们整一个合作啥，我可以提供什么电池技术呀，我们整电车，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合作。后来他就自己包括车架呀，就你说那些参数公差，那些都是他自己想出来，他就觉得怎么样合适，然后一点一点测试整出来的。但是你说为什么不能合作做得更好呢？我觉得就是啥，有些时候利益是不冲突了，但是你就有一些传承跟文化可能会冲突。就比如说，美国的老钱看不上新钱，新钱看不上老钱。我觉得就有一点这种感觉。尽管其实有一些项目 AI 跟传统行业结合一下，是不是也挺好的？而且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年轻人一个看问题的一个角度。但是你老钱，你有钱，你在这一块根深蒂固，你有一些很传统的那些技术，结合一下不好吗？但是往往你能看到的就是一种固步自封，这个技术无论如何他都不想开源，因为所有人核心的都是他自己的技术，也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开这个口，他们这些技术首先会被其他厂拿去学习，学习以后生产出来跟他们厂类似的东西，那它直接在市场上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也就是说它这直接就可以退居幕后了，而这些技术将会活在其他这厂家的设备之中。从我的角度来讲，片面来讲，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其实是很难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也欢迎对这样行业感兴趣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听哪些类型的话题，我们会尽量安排。谢谢大家的收听，期待下次再见。